最近有好多小伙伴问我有没有关于27英寸 iMac 的消息。此前我自己是一度认为不会有27英寸的 iMac 了，毕竟在 Mac Studio 和 Studio Display 的发布会上，苹果也亲口承认了 Mac Pro 是接下来唯一一款他们要发布的产品了。With just one more product to go, Mac Pro. 而且更绝的是，苹果在发布会之后就麻溜的把27英寸 iMac 给下架了。而且这个27英寸的 Studio Display 和 Mac Studio 的组合，怎么看都像是27英寸 iMac 的继任者。但最近看了不少消息之后，我发现这事情也没有这么绝对。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今天的视频我们就一起聊一聊27英寸 iMac。Today we have some great announcements to share. 首先，在即将到来的6月份的 WWDC 上，我认为基本是不可能看到苹果发布一台新的 iMac， 因为苹果在3月份才说了只剩 Mac Pro 要发布了，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打脸自己发布一款 iMac。赵子阳在3月份的时候说过，他认为苹果在6月份会发布一款产品，而且会带有27英寸 Mini LED 显示面板。他认为这款产品将是 Studio Display Pro。我比较认同 Ross Young 的说法，甚至我觉得在今年也基本上不可能看到新的 iMac 的发布了，因为苹果如果真的在6月份发布一款 Studio Display Pro 的话，那在今年就已经发布了2款27英寸的显示面板了。苹果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再发布一款27英寸的电脑来和自己的产品竞争。根据更新的消息，由于疫情和封城这些不可抗力的原因，Ross Young 认为这款27英寸 Mini LED 的显示屏将会推迟到10月份发布。95Mac 报道的新闻也从侧面印证了我的想法。他们的爆料人声称，在最近苹果并没有发布大屏 iMac 的计划。这个爆料人在 Mac Studio 和 Studio Display 发布前爆料了类似的消息，所以可信度还是有一定保障的。这个爆料人还声称，苹果将在2023年继续推出24英寸的 iMac。但不会装载最强的芯片，定位就和现在的 MacBook Air 以及13英寸的 MacBook Pro 类似。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 iMac 就一定没有希望了呢？彭博社的妈根本不是这么想的，他觉得 iMac Pro 还是有希望出现的。对于苹果在发布会上说只剩下 Mac Pro 要发布的说法，妈哥们觉得这是因为苹果不希望消费者误认为 Mac Studio 是 Mac Pro 的替代者，所以要在这个场合特地 Q 一下 Mac Pro。马哥们同时还转发了另外一个人的发文，说 Mac 产品线现在在$2000到$4000之间是没有任何产品的，所以苹果一定会在这个价位之间做一些文章。我也在苹果中国官网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价格从14999到47999之间，跨度也太大了一些。再看看 Mac 系列一向精准的刀法，不得不让人怀疑苹果留这一手准备做点什么。在这之后，马哥们甚至还预测起了 iMac Pro 的发布时间。他认为在明年，苹果会发布装载 M2 Pro 和 M2 Max 的 iMac Pro。郭明基也认为苹果会在2023年发布 iMac。这么看来，不少业内人士还是觉得苹果并没有放弃 iMac， 或者说 iMac Pro 这个产品线的。对于现在多方各执一词的说法，我们该怎么理解呢？最近我看了 YouTuber Rini Ricci 的一个视频，他的观点我觉得很有道理。Schrodinger's iMac Pro. 其实答案很简单，苹果是一家做产品的公司，消费者们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比如 iPhone mini 这个产品线，苹果在一开始是很看好这个产品线的，但是卖了2年之后，发现销量大幅不如预期。消费者们似乎还是更倾向于大屏手机，所以就传言在今年立马改成了 Max 线。对于27英寸的 iMac， 我觉得可以有一样的理解。苹果先发布了27英寸的 Studio Display 和 Mac Studio， 如果消费者们喜欢，那皆大欢喜。27英寸的 iMac 就可以和前不久的 iPod 一样，永远停留在时间长河里了。但是如果销量不佳，苹果会跑回去重新做 iMac 也说不定。现在的 Studio Display 里面也是有芯片的，所以有很多人猜测苹果是留了小心思，所以才故意这么设计的。又或者苹果发现 Studio Display、Mac Studio 和 iMac 的消费者完全是2拨人。如果苹果不想失去 iMac 这一波消费者，那2款产品同步发售也是有可能。反正只要消费者们的钱不流向友商，自己内部的产品再怎么卷，我相信苹果也不会介意。我个人是希望苹果继续在未来推出高端 iMac 产品线的。毕竟现在 Mac Studio 的外观我个人真的不是很喜欢，而且放在桌上也远没有 iMac 来的简洁。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呢？你觉得还会有27英寸 iMac 产品线吗？你会更倾向 iMac 还是 Mac Studio 加 Studio Display 的组合呢？都欢迎你在评论和弹幕区留言讨论。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如果喜欢记得点赞订阅，一键3连，多多支持。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